大家好，随着选举的落幕，台湾政治迎来了新的转折。今天，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场选举背后的深层含义，解析它对未来台湾的影响。立院的情势，以国家情势来说，这是台湾民主的一次巨大胜利。在议会方面，以往都是蓝绿两党，随着席次多，谁决定一切，这就像在法庭里，蓝绿两党各自担任着控方和辩方律师的角色，而法官似乎总是偏向其中一方。但这次，蓝绿两党的席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均衡，白色党团席次虽不多，却成为了立法院中的关键力量。这就像是在法庭上增加了一群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陪审团，而陪审员就是要当起不偏不倚的第三方公正角色，能够在蓝绿对决中保持公正。这种新的政治格局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任何政党如果想要推动法案，就必须寻求更广泛的支持，而不再是单方面的决定。这也是对于防止滥权和私利是一大利多。想想看，当蓝绿两党不得不和白色党团合作时，他们会更加谨慎地考虑每一项政策的影响，更注重政策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这不仅促进了政治上的平衡，也开启了更多合作与对话的可能性。而白色党团也无需担心在推动新法案时被其中一方针对，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蓝绿双方反而都担心白色党团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杀伤力。所以，当我们回顾这次选举，我们会发现，真正的胜利者是台湾的人民。根据这些论述分享给大家，可作为大家在未来做政党票选择时的一个想法。选后去谈抓战犯。选举落幕后，蓝营的智库发言让我哑口无言，他们将错误全部推给白色党团，这就像抓战犯一样，既不理智也有点滑稽。这种行为，这种责任推诿，根据上一段的论述，无异于是自掘坟墓，也像是撕裂台湾的行为，显然不怎么明智。想到这，我脑海突然跳出个有趣的画面。仔细想想，现在白色党团与蓝绿两党目前的情势，就像台湾和大陆跟美国一样，蓝营的发言就像大陆对台湾的恐吓，而绿营方面则是平常不动声色，唯恐蓝白联手。这让我想到美国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表面上维持和平，实则担心两岸统一，不也是一样吗？对岸也就是一直有恐吓的动作，才会让台湾一步步的向美国靠拢。我曾想过，现在两岸变成这样，跟领导人有关。我若是对岸的习大大，我会直接宣布台湾人用他们自己的护照，也能通行大陆，做生意往来，也都能比照国民办理。时间一长，根本不用去管台湾能否回归。用情感上的例子来说，今天男生想追一个女生，就算不用告白，每天靠住献殷勤，用心关怀，嘘寒问暖，时间一久，女生也知道这个男生在想什么。其实，这就是为何我们要用批判性思维来看出它的本质。一旦本质浮现，一切都将明了。毕竟，了解事物的本质是理解政治的关键。选前弃保。回应第二点，抓战犯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弃保问题应该只会发酵在相同的政治理念，而就这次结果看，也是如此。绿营这次的选举中所流失的选票，其实大部分都是年轻选民将他们的票转向更为他们发声的白色党团。但是，一旦没有了这个因素，他们会退而求其次，那就只剩下所谓的统独议题。这个议题一旦发酵，多数人还是会选择与对岸远离的绿营，因为光是对岸处理香港的问题上，就让年轻人嗤之以鼻了。所以我问过周遭支持白色党团的朋友，若这是真的蓝白合，而且白是副手的话，他们会怎么选择？最后结果几乎清一色会选择绿营。此外，我个人认为弃保问题本就不应该存在，因为选民支持与自己相同理念的候选人，是一种表达政治意见的方式。即使支持的候选人无法当选，也不应该影响让执政的人下台，而去选择与自己理念本就不同的候选人。这种选择实际上违背了民主选举的初衷，让每个人的政治意见都能得到妥当的表达和尊重。选民应当有权按照自己的信念做出选择，而不是被迫在不情愿的选项之间做出决定。白色党团泡沫化。网络上很多人认为白色党团这次没选中，会如当年亲民党一样，逐渐走向泡沫。根据这个观点，我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当年亲民党的诞生是因为蓝营的分裂所致，就像即使兄弟吵架分家，但其本质上他们还是一家人。但白色党团并非从分裂中诞生，而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汇聚而成，就像当年绿营也是这样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而支持白色党团的民众，大部分都是讨厌蓝绿恶斗，或者原先是中间选民的年轻人。对这些人而言，就是白色党团的出现使得这些人终于能够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关于这点，不正是民主的真谛吗？所以我真心希望某天台湾选举能够像看一场球赛，
大家有各自支持的队伍，但是一旦比赛结束，大家就像朋友般一起吃饭，一起玩乐。毕竟我们生长在同一片土地上，我们不就也是一家人吗？接着我们做个总结，随着这次选举的结束，台湾的政治风景正在发生变化，年轻一代和年长选民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将塑造我们的共同未来。让我们一起参与和塑造这个过程，为台湾的多元和和谐共同努力。这次的大选结果揭示了一个关键的现象，在投票的总人口中，大约有70%的选票集中在40岁以上的选民手中。这意味着这次总统大选实际上是由40岁以上的选民所决定的。这一点反映出台湾社会中不同年龄层对于国家政治的影响力分布，也确定了台湾少子化的问题将慢慢浮上台面。若不及时改变，后果恐怕是我们的子孙必须承担的。接着从本质上来看，无论政党或颜色，这场选举展现了一种代际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年长的选民主要关心的是守护台湾的民主与自由，他们的投票行为反映出对这片土地的深切关怀以及对传统价值的坚守。而另一方面，年轻人则在试图向长辈传达他们的困境和顾虑。年轻一代关心的是他们的未来，如房价的负担、生育的可行性，以及经济与社会的稳定性。总的来说，没有对错，有的只是两个世代尚未找到好的沟通方式罢了。以上，我是小玄子，朋友们，我们下次见。